你可能覺得你幫了一個人，而且這個人又沒有多大的social 社會影響力，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我大概常常會用我怎麼跟上帝交差，我們倆有這樣子，就是我常常會講，會有一天我會去看到上帝，我怎麼跟他交差？我跟他交差的絕對都是跟人的生命有關的。我的同理心很強了，我很能夠感受，如果他在痛苦當中，或他在迷惘當中，他不知道該怎麼辦，他的日子那一天怎麼過，我就會覺得說，如果我能幫一點點忙，我就覺得很有價值。我就是刻意的想要知道人家沒有因為他的工作的事業碰到的挫折而忘掉他。他是我最後1秒鐘打電話，親自打電話說，你願不願意來參加我的生日 party？ 所以我覺得我好希望，如果會有一天我不是那麼最好的狀況的時候，我們會在，別人也還會記得我。是 roll 了吗？是嗎？哦，已經 roll 了。好。哇，那個，大家好。大家好。是這樣，就是我很榮幸有機會跟 Rose 聊天，這樣。我們常常一起聊天。哎呀，對，但我一直在，包含我現在在做的事。所以我們今天聊主題是年會啦，因為就有機會聊這個事嘛。然後我們昨天也才有一個機會，剛跟 Rose 見面，經歷了人生很獨特的時刻，應該是這麼說。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因為我們昨天碰一個牧師，對，然後我們在跟牧師聊天，然後我就跟牧師講，牧師問我們說為什麼我信主，就是請我快速補一些起源給他這樣。我說那時候我日子過得很不好的時候，我跑去找 Rose， 然後我就跟他聊，我說我跟 Rose 聊了好多事情，然後剛好 Rose 後來也有機會跟那個牧師聊完，然後我依照我記憶啦，就那個牧師告訴 Rose 說，你有一個能力是為了要幫助別人，是 maybe 使他生命過得更豐盛，或者是做 kind of 這些事情這樣。然後我真的很感激，我是那個我都快哭了我真的非常感激。我是那我是那全部人裡面的一個人，我真的非常感激，我真的非常感激。我好幾次都有那種感覺，哎。你把2個最会哭的人，最哭的人，昨天從頭到尾都在哭到底。牧師從頭講，我就哭到底。我好幾次在看 Rose 對他人的生命裡面綻放，然後遇過很多人的生命的至暗時刻。其實他們生命中沒有這麼多的人是很棒的人。幫我做拉麵的時候，我徹底懂這件事情。我看過太多生命很糟糕的人，然後我都很難想象會有一個我們在認為在世界中已經很大的人，會願意跟一個我們幾乎可以稱他是 nobody 的人聊天，聊得很深入。更何況是那時候的我真覺得我沒這資格。我講真的，那個時候even到現在我都覺得哇，這太不可思議，這一切太不可思議。所以後來我昨天跟那個牧師聊了這些事情，然後同時我當然也跟牧師講，我有很多的煩惱，然後那些煩惱經常困擾着我這樣，然後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解決這些事情。然後牧師告訴我說，因為你現在有個信仰了嘛，你可以信靠。然後我也想要特別感激，因為我會有擁有這個信仰的原因是因為我來自 Rose。感謝主。對，我真的非常榮幸能夠做這件事。然後剛好今年我們又要做一個年會，第一次做這個年會。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在內部做討論的時候，因為年會如果我講整場，他們太常看到我，他們不想再看到我，聲音會啞了。對，所以我們就說，那我們得要請一些嘉賓吧。所有人都叫我立刻要來邀約你。那我那時候唯一的擔心就是因為我們那個時間太接近那種 family time， 一定有人要往
各種地方飛這樣。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就是用年會在跟 Rose 爭奪他的 family time。對，好像我們家就因為這個必須晚一天出門。對，他幾乎是年會完之後就要去過自己的大年了嘛。我覺得我還是很感謝 Rose 願意留這個時間給他，因為 OK， 我們應該要這樣講，就是我們是誰，我們就會吸引到誰。但是很多的時候，我們的生命綻放的樣子，吸引到的人，並不是他生命在綻放的人。他們似乎就是往光跑的人。其實就像那時候的我遇到 Rose。And 我相信在那一天也會有很多人的生命是很沒有發光的，覺得他們看到了你，像是看到了一個光的樣子。Yes， 所以我也很好奇，就是 Rose 像你身邊有這麼多不一樣的人，或者生命現在沒有那麼發光的人，當他們來找你的時候，你心裡那時候在想什麼？你知道我心裡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一個。如果我能做一點什麼，上帝把我這個時刻讓他call我，都應該不是偶然，真的。我常常覺得就是應該不是偶然。其實憑良心這樣講 ，Kim 這個我真的不大記得他，然後我也不是他 AMA 的老師，但當 AMA 透過 AMA 跟我聯繫的時候，我就只是覺得說。他會需要找我 ，OK， 好，那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可能這就是我們在信仰當中，我也相信那個 master plan， 哇，就是神有 master plan。有個時候我常常覺得，只是我願不願意回應而已，沒有一件事發生在我們生命當中會是完全的莫名其妙來的，所以我會很容易說 yes 的原因，也是因為我覺得，特別是一個人如果說我需要見你。你知道這是多大的 privilege，能夠被人家視為你對他可能有幫助，還不管是一定有幫助哦，光是可能有幫助。你知道 Kim， 我一直覺得人生特別經過這麼多年做過領導工作到現在，我覺得人生最棒的一件事，可能是能夠成為一些人生命的貴人，我覺得比什麼都珍貴。哇，真的，這很。我遇過很多人，當我們跟他們聊這個我們講叫做借用他人生命的時間的這件事情的時候，很多人給我的反應很不積極。I mean，我好像要跑一個300壯士的關卡，然後我得想辦法騙到他秘書的電話，然後我要就是他們很。當然，每一個人的理由不一樣，對，只是能夠這麼被輕易的 access， 我覺得這好不可思議哦。我 even 到現在，因為機緣巧合下，我跟 Rose 有幾個群組剛好是重疊。我有時候我真的看到別人使用你的時間的時候，我還覺得蠻不爽的。你怎麼可以？就你怎麼可以完全不思考別人的狀態之後，你就這樣？那 Rose 給人家的反應也就是 OK， 我同意這件事情，它這樣發生了，所以當它這樣被發生的時候，我就覺得哇，好吧，那我也決定投入我的生命力在裡面，燃燒這個事。這怎麼做到的？我覺得 Ken， 我常常覺得說我們可以做好多事，但是問問我們自己，這一生有多少人可以說我可以影響人？因為我可能很看重每一個人的價值。如果你可以對一個人的生命，你知道一個人的生命改變，他不止他一個人改變，他的家人會改變，他的孩子會改變，他的 spouse 會改變，跟他上班的人會改變。你可能覺得你幫了一個人，好像而且這個人又沒有多大的 so-called 社會影響力，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可是我看到的也不是我理論出來的，我就是知道一個人過得好，你不知道這是一個讓上帝多喜悅的事。我大概常常會用我怎麼跟上帝交差，我們倆有這樣子。我常常就是覺得
真的哇，就是我常常會講，會有一天我會去看到上帝，我怎麼跟他交差？我跟他交差的絕對都是跟人的生命有關。真的，我們笑，但是我們真的是，當這件事變成很真實的時候，當然也不是你你的時間永遠可以切割給每一個人，但我常常有時候也會禱告，就是這個人來找我，或者我三不五時，有的時候我就突然會想到這個人啊，我會想到呢，我突然會覺得好像我的同理心很強了，我很能夠感受，如果他在痛苦當中，或他在迷惘當中，他不知道該怎麼辦，他的日子那一天是怎麼過，我就會覺得說，如果我能幫一點點忙，我就覺得很有價值。就是我經常会有那种，怎么会拿這麼粗的紙來擦臉？很顯然他是很不熟悉不，可以啊，開玩笑。哎，我真的開玩笑。那為什麼你就？你們也不要再，因為你們等一下擦的頻率會越擦越我們這個用量會很大。OK， 好，我們一起對很多人的生命做了很多改變，這樣。那不是因為我們認為那一個人我們做起來更有效率，他可能會成為一棵大的樹，或者是在未來會有巨大的影響力，而是我們覺得在那個當下，我們的能力能夠響應這件事情，我們蠻捨不得人的生命過得不好，而且每個人都值得，你知道嗎？對，我曾經有很迷惘的時候，那個時候那個 Rose 就告訴我說，神對你有很大的計劃。其實那個時候的甚至我對我自己心裡我都有嗤之以鼻的感覺。我這是什麼啊？我怎麼會在那一刻我會有意願想要去相信那句話？我連這個想法都沒有。我覺得哇，這一直走到現在，就是你看到一件一件事展開，超出你的所求所想，對不对？我一定要講我昨天的那個，反正昨天剛好在牧師就那個當然各位跟我信仰不一樣，那我只能分享我在信仰中的經歷。那我期待你跟我有一樣的經歷，因為這一切實在太不可思議了。對，我都還在想象我在受洗前，我人還在行天宮拜拜，對，這太不可思議。然後昨天剛好我們在跟牧師聊天，牧師就希望我隨機抽一張圖片，好，然後他說如果你相信神的話，就是他說我們就把這個事情當一個概率這樣。他說反正我們就來看一下，按一下隨機圖片，神要給你什麼話好了。那當然，在那之前，我已經跟他分享了小巨蛋的 Everything 這樣，然後呢，他就說好吧，那看神要跟你說什麼話，那我就隨機按那張圖片，按完那張圖片之後，我開始爆哭，又停不下來。好，那個圖片是啥？那個圖片呢，是一隻大象，大的母象，用它的鼻子在頂一隻小的小象，然後那一隻小的小象要走上一個舞台。天啊！然後再喝水這樣，然後有一道光打在那個小象的身上，然後就講不出來。然後那時候那個牧師就說：“他說我告訴你，你現在沒辦法回頭了，因為那個就算你不幹這個事，那上帝也會叫你去幹這個事。”你看今天立刻就驗證，第二天就讓你收到確認的信。我們要插播一下，我們在那個我們剛剛發生什麼事情？哎 ，Kim 來看一下，看這個，看一下這個。Oh my god！ 怎麼樣？超爛！我跟你講，拿給 Rose 看。我让给 Rose 看。哇 ！OMG！ 哇！你確定嗎 ？Yes！ 剛剛收到的。哦！哇！恭喜！哇！昨天 Kim 已經拿到了確據。哦 ，yes。這一件事情是該做的。Oh my god！ 所以呢，一定會過的。耶！那你要不要跟鏡頭說一下？怎麼樣？說一下。哇，在這是不是？在這。哇！哎，我們拿到小巨蛋的場地了 ！Oh my god！ 鏡頭在這裡。恭喜！我們這是把我的年會 podcast 不好意思弄成小巨蛋 podcast， 抱歉，因為
我覺得他把這個消息，就是我們能夠拿到小巨蛋的消息送在這一刻，是很好，是非常好的 moment， 奇妙。所有我愛的人都在現場，我就很不可思議，真的，我觉得好不可思議，很不可思議，很不可思議。昨天講這個畫面的時候，我當場雞皮疙瘩起來，對，然後我完全雞皮疙瘩起來，所以小俊上次問過我，為什麼我們常常喜歡說感謝讚美主？對，他常常問說為什麼要感謝？這明明你們自己幹的事兒，為什麼要感謝讚美主？ Yes. 你就會發覺太奇妙了。那個看不見的那個手或那個鼻子，在推動你的那件事情，在一次的，他會用你能理解的方式讓你懂。孩子其實都不是你一個人，我一直都在你旁邊，甚至你會推上這一條路，你不要以為都是一堆意外的結果。那天牧師出來就講了一句話說 Rose， 你發覺沒有一件事是偶然，沒有 random， 沒有偶然，沒有， Oh my God， 真的。我那時候跟 Rose 在另外一個群組裡面，我必須說，就是因為我在工作的時候是非常性格非常炸裂的這樣。那當然，那個有所耳聞 ，Rose 以前還在工作時也蠻炸裂的。還好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退休了。然後那個時候我特別不能理解，就是如果以工作的角度來看，我確實會放棄一些專案，或我會放棄一些 member，當他毫無結果，或者是他的結果很慢的時候，對。然後 Rose 特別為了這一類型的事情打了好幾次電話給我，就告訴我說 King， 我需要你換個眼光來看這件事，我需要你換個角度來做這件事。如果這件事情要做成的話，那麼你擺在什麼位置，這個事情會成。你不要老是想着他們不會成，然後你要幹嘛幹嘛。那我很好奇，我想問 Rose，就是你怎麼有這種信念？如果那個人在你面前，他 I mean 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敗好了，我甚至覺得用跌倒形容都很輕微，他幾乎是沒有動力在進行他面前的事，你怎麼點燃他們？Yeah， King 講的這個狀況，其實我覺得我最開心的是，如果現在來看到結果，第一個這些人真的有被點燃，這是很神奇的。那為什麼我會認為永遠都值得再試一試？就是我大概覺得沒有一個人想要不被點燃。你不管你去什麼樣的地方工作，你都希望你是能夠往前進，你都希望最好。可是只是好像很多的狀況變成我們就接受就是這個樣子，然後熱情就消滅。所以 before 我覺得說這人無藥可救。那所謂無藥可救什麼意思？是說他不適合這個角色，但這個人絕對不會無藥可救嘛。所以呢，第一個就是我覺得我會很想知道為什麼讓你沒有辦法把你最想要的自己的一面爭取出來。所以在我們一起合作這個 project 當中，我就發覺說可能有些人他被他自己卡住了。有些事他不知道你的期望是什麼。你知道我們在職場中有非常多的人，其實他是不大清楚他的主管或他的老闆對他真實的期望是什麼。老闆的想法非常具體，可是在員工的心中非常模糊。好，第二個是他可能會被一些發生的事情讓他氣餒了。很多老闆都不知道，我們常常是造成人氣餒的原因之一，對不對？那其實像在這個狀況之下，我就發覺原來有好多事情曾經讓他不大相信一些人事物。OK， 所以你能不能盡量的幫助他去換一個眼光看，或甚至說其實你的角色並不是你想要這麼狹隘這麼小其實你可以做到更大。你真正發揮角色的時候，哇，他長得應該是這個樣子。你好像讓那個人真的需要，你如果要知道你要撒這個種子，他连種子都不想撒，你要先告訴他花園將來會長得多美。所以當他看到那個花園他可能有的 picture， 而他現在要做的這個動作跟那個花園有關，他就會願意做那件事。
所以我常覺得這就是我們常常在企業講的什麼使命、願景、vision、mission 這些東西講起來聽起來硬邦邦的，其實它背後的核心的價值其實是很有意義的。如果每個人都會看到那個 vision， 那他只不過是走快走慢，那可能是能力問題。對。但是如果那個 vision 很美很好，他還不願意往前走，那一定有一些什麼東西讓他卡住了。那所以很多年的工作以來，我都會不敢說我都是永遠激勵每一個人，但是這是我基本的一個態度，就是一個人他今天出現在這個工作上，他絕對不是什麼都沒有而不小心跑到這個面前來的。那他表現不出那個東西，那我們怎麼幫他？以一個人來說，他可能這輩子會經歷過他的職涯啊，然後他的工作，他的創業題目好了，對，甚至他的人生好了，對。那因為我們記得我們年會的大主題叫做正向影響力。那我那天剛好昨天那個蹭了那個 Rose 的便車回家，這樣我們在車上大概快速講了一下這個事。我當然我自己主觀啦，我認為今年這個世界變化的很多，對，真的是對所有人的心境或者是經濟好了，甚至整個世界的變化、戰爭等等，有很多事情在發生，很不安。对，然後導致我遇到非常多的人，在某些狀態下其實是就完全沒辦法再給自己更多力量。對，那我也在想一件事，就是人們會經常忘記他們的生活很美好。我們要怎麼幫助他們去重新想起來？就是你不要當一個水手了，你應該要去對大海很有向往。你現在划船的原因不是因為我找你來划船，是因為那裡真的太棒了。我們要怎麼很清楚的讓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相信？對，因為沒有人像我這麼幸運，我生命有 Rose 嘛，沒有就是或者說就是有這麼好的資源，或者說我很好的信仰，對，不是每一個人 Day One 就有這些東西的，沒錯。那怎麼辦呢？我覺得可能每一個人在不同階段所需要的，我覺得我们每一個人都需要，不是說他已經 OK 了，他已經上岸了，所以他人生沒有需要的。我們每一個人 constantly 都有需要，那可是需要你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要給他那個大力丸。他如果今天腸胃不好，你硬是要塞給他一個滿漢全席，他也吃不下去。所以我覺得可能就是人都蠻需要關心別人吧。我也不要講這麼偉大，你要知道幫你找到你人生的目標願景，因為有的事情是沒有辦法是別人幫你做的，那是你的事。OK， 看到你的人生的目標願景，如果你懶到你連這都不想去做，那也不是誰可以幫你的事。但是呢，我們都可以彼此扶彼此一把。當在一個人沮喪的時候，如果我們一個人自詡能夠有正面影響力的人，我常常覺得影響力這個3個字是莫名其妙會給很多人壓力。我這一輩子要做個有影響力的人，我也不懂那什麼意思。我只知道就是說，影響力它一定是你有一些價值是對別人有用，你這個人才對他有影響力。不是你有名就有影響力，不是你官大你就有影響力。所以我常常告訴很多人，在職場中，你不要以為你位置高你有影響力，這是兩碼事。你有權不代表你有影響力，對不對？你發給我薪水的時候，我當然知道謝謝，但我也知道不是你給我的，是這個公司給我，所以他也不會感謝你。真正有影響力，老實說不是來自於這些位置，是來自你有沒有在乎我。哇，對，如果你連在乎都不在乎我，你怎麼會對我有影響力？所以我常覺得說，影響力真的不在職場中也好，你創業也好，他不在乎大小，也不在乎你的位置在哪裡，每一個人都有影響力。只是有的影響力是好的，有影響力是沒有什麼感受的。但如果你願意用一點心在人家的身上，你的影響力會是很真實的。那所以我覺得我們如果要發揮影響力啊，其實第一個你是什麼，而不只是你做什麼。我們很在乎做什麼，我如何做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其實我覺得你是一個什麼人，先從這開始吧。你是一個什麼人，甚至不是，你不一定要是厲害的人，你也不需要是一個樣樣比人強，你才有影響力，你知道嗎？小金魚剛剛有跟我分享到，他的朋友，好朋友，在他很緊張的時候，給了他一個簡訊，說我為你禱告。我也不知道他的朋友是做什麼的，但我假設一個人跟一個人成為最好的朋友，因為不是因為他多偉大，而是他信任他。但是他朋友為他做那一件事，為他做了一個代禱，是一個仔細想過的一個代禱，不是一個馬馬虎虎搪塞的話。而這件事情對他有多大的影響力？你知道，這就叫影響力。影響力是因為我真的關心你，所以我覺得要做一個有影響力的人，不是我要做什麼，我一直覺得我要影響力，而是如果你是一個關心人，你是一個在乎，然後你要把事情做好，不管是做事，而且你還看到人，我覺得影響力往往不只是那事本身，你的眼睛還有人。可能對我來講說，就是心中有神，你的眼睛才會有人啊，你才會有人。不然老實說，我們按照社會的遊戲規則，我們只看那個大位的，看誰重要的，看誰粉絲數高的，我們應該都只看那些所謂的表面價值嘛。可是當你心中有神的時候，你看的就不再是這些，或遠遠不止於這些。你看到每一個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就這麼簡單。你知道，其實西方的文明裡面，他的人的觀念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基督信仰，就是我們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這不是 ，Isn't that powerful？ 我們是照他的樣子造的，所以每一個人都有價值。就從這裡開始，可能跟我們 fundamental 很多就不一樣了。如果你能看到每一個人都有價值，你就再看有的時候的爭執、討論、不一樣的意見，你都會去從一個他是一個人的眼光來看，而不只是這句話我討不討厭，這個人做的事我看不慣，而他這個人經歷了什麼，為什麼讓他這麼酸？他這個人到底受過了什麼創傷？為什麼他看到的人充滿了攻擊性？你會對這個人好奇，而不只是對他所做的事討厭。而那個對你回應，在每一件事情的回應的態度完全不一樣。所以我覺得職場的文化也好，作為一個主管，作為一個人，我覺得常常是你的人觀會影響到你的價值觀，你的價值觀會影響你的行為，你的行為帶來是完全不一樣的文化。但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非常有關聯性的。有一次我們剛好去參加 Rose 的婚禮，我的婚禮，sorry， 生日婚这那個等下剪掉，生日。我看到一個我的應該是算大前輩，應該是這樣，因為當天會去的應該都是我的大前輩。然後我剛好得知了那個大前輩前陣子公司有一些狀況，對，然後我也看到那個 Rose 有跟那個我的那位大前輩講了幾句話。那一刻我在那個 part 裡面，我看到的東西是什麼？就是事情的成功或失敗，並不是 Rose 真正關心的事，甚至他那個時候的事情是超級大的失敗，我應該可以這樣形容。Rose 真正關心的是這個我在我面前這個活生生的人，你到底過得好不好？那我覺得那個東西，因為很多場合，有時候我跟 Rose 會交集 ，always 他看到人的時候的第一句話都你還好嗎？最近過怎麼樣？最近在忙什麼？都是一個我在跟人講話的方式，而不是那個事現在弄得怎麼樣，什麼東西做得怎麼樣。然後我覺得這種感覺會讓人們很喜歡跟你相處。謝謝。對，就是我們真的講得上話，是因為我們放在同一個平面上，而不是你是誰我是誰。對，所以可你们知道嗎？在我的生日宴，其實我能請的人有限。那我最後決定要請你剛剛講的那位朋友，我就是刻意的想要知道人家沒有因為他的工作的事業碰到的挫折而忘掉他。
他是我最後1秒鐘親自打電話說，你願不願意來參加我的生日 party？ 所以我覺得我好希望如果會有一天我不是那麼最好的狀況的時候，我們會在，別人也還會記得我。我大概形容一下那一天我看到那個，為什麼我對那個畫面我這麼有印象的原因，是因為剛好那時候 Rose 你應該在台上講話，那因為他可能交通關係，他稍微比較晚來，他有非常強的不適感，是那種你聞得到味道，你幾乎就有一種感覺，在認為他有一種強烈感覺，其實我不應該來，因為確定他應不應該來的，因為相同圈子裡面的人太多了啊，大家都得關心這個事，對，就幾乎這是一個你要跟他聊天，你就一定你不能不提這事兒的，對，所以我覺得有多大，就是別人給他多大的勇氣，讓他能夠來到現場，我覺得這非常不可思議，對，然後剛好昨天我們去吃了那個飯局，那個 Rose 的大姐也在，然後大姐離開前，剛好那時候 Rose 要去停車場取車，然後我那個因為我跟大姐算是第2次見面，但第1次見面就是2個桌子很遠的2個人，那我們不可能會記得對方。那時候我要走的時候，大姐叫停我過來擁抱我，我也覺得這個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對，就是大家都很親切的把你當成人，而且不管你是誰，都会願意走進你的生命中。那也非常榮幸，今年我們的年會在12月28號。請到我的人生導師，雖然 Rose 一直拒絕我講這句，他喜歡我稱呼他為人生摯友，對，但我還是請了我的人生導師，在128的這個時間，給大家我們目前我有2個安排，那剛好請教 Rose， 就是呢，我們有一個很棒的開場，然後那個時候我是想要請 Rose 擔任開場，或者我們有第2個也很棒的選擇，第1天上午的壓軸。那你想要當哪一個？我沒有，不是因為他這2個的差別是嗎？我要做的事有什麼不一樣嗎？一樣的。那為什麼我這麼請問的原因，是因為呢，你的順序決定了我的順序。我一定要介紹你，我一定可以卡那個位置。沒問題，你知道我的答案通常都是你怎麼說我就怎麼做，真的。我就請 Kim 代為決定就好了。行，交給我。果然會被這樣回答，我沒安排好。對啊，我們也跟大家說，我們在12月28號 ，Rose 是我們的開場嘉賓。OK， 謝謝，那我知道了。我一定要讓他把當初他給到我的感動給到大家。對，因為這真的很不可思議，真的很不可思議。對，非常 honor 我也覺得。能夠有這樣的一個機會，你看，你把我好像跟你的這個偶遇，以及接連一切神所安排的改變，當成這麼重要，我覺得其實 Ken 這就是最美好的禮物，對我來說，這就是最大的 reward 了，就知道你花的時間原來是對一個人這麼有意義。我就覺得我反而超要謝謝 Ken。因為你知道，我們能夠被認為真的有意義，不只是每天，你像我們每天生活中有多少事情，你憑良心來衡量意義大不大，很多時候是沒什麼偉大的意義的。可是居然有這件事情可以讓 Kim 會覺得對他有這麼大的影響，我就覺得這個是一個 privilege。一個人走進另外一個不相干的人的生命裡，是一個 privilege。我想在最後 podcast 的這段話給 Rose 我自己本人很真摯的感謝。好，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把別人當成你生命中的貴人的話，那麼你最好還給他你對他的感激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生命過得很好。對，我每一天都記得這句話，我每一天都記得這句話，甚至一直到現在，只要我遇到 Rose， 我都會在你身上學到很多新的東西，是徹底改變我對於人的眼光。對，我沒有那麼
講世俗一點，我沒有 Rose 這麼大愛，在很多時刻，無論是在經驗上，或者是處理複雜的事情上，我是沒有那麼熟練，甚至我幾乎有時候在某些時刻，我會忘記我是基督徒，用了聖經裡面叫我不要幹的事情，處理很多事，但我總會想起，如果當初我被別人幫助，那麼他幫助我的時候，他希望我是成為這樣的人嗎？或者上帝幫助我的時候，他希望我成為這樣的人嗎？很好的。對，所以對，這個力量一直讓我有機會，甚至我會蠻有底氣的去告訴 Rose， 其實感謝你，謝謝我。所以我覺得為什麼拉麵社是一個很特別的，因為也透過 Kim 我才有機會跟拉麵社的一些朋友在不同的场域當中我們有接觸。我就覺得這個團體以及今天坐在台下很多，或者12月28號會很多來的拉麵社的朋友，他真的是一個緣分。那個緣分是彼此不認識，然後因為這些關係是走得很深的進入彼此的生命當中。我覺得我們現在社會大概最大的問題其實就是一種疏離感。甚至很多的家人彼此當中都有疏離，可是我們卻可以透過一個社群，一個社團，可以這麼願意把自己敞開，而且把自己很多的至暗時刻可以讓別人看到，然後也讓大家有不同種類的經驗的人可以給你的生命中加一點分。我覺得這個其實兩邊都需要很多的勇氣，但是能夠把這麼多人不只是吸引過來，而是我覺得它就是成了一個正向的一個磁鐵，彼此發覺在這邊我可以得到一些鼓勵正能量，然後我可以像一個航空母艦，我可以再走出去。然後我發覺拉麵社很多，至少碰到很多的朋友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質，都很愛第一句話說我很喜歡幫助別人。这是很特別的很喜歡幫助別人。那我覺得當我們喜歡幫助別人的同時，就是要把自己也同時照顧好。那照顧好不是自私，但是呢照顧好就是就像可能是剛剛 Kim 講的，就是把自己越來越 solid， 可以每一天你知道你就是扎扎實實的腳踩在地上過的這一天。我覺得那真的是一個很棒，而且是我們在這個有時候覺得蠻空洞的這個社會關係當中一個很重要的關係所以我也很高興很榮幸能夠來參加你的年會，也讓我開始在想不管今天拉麵社很多的人想，不管在做創業的或者在事業上希望更上一層樓的，那目的到底是什麼？為什麼要做這些？對不對？只是為了另一種生活方式嗎？還是你有一個更大的 calling？ 你有沒有更大的一個呼召？所以我很期待到時候我們可以一起分享，一起討論。我把我當初 Rose 送給我的一句話，我現在我送給聽眾。那時候 Rose 是非常確信的，在我面前告訴我，你的成就絕對不會只有如此。對，我現在也把這句話送給你們，你們的成就絕對不會只有如此。Amen。感謝 Rose， 謝謝，感謝大家。收工。成了。成了。Crack in the mirror, it still holds my face. Not broken enough to erase the trace. The story begins in the quietest way, with a whisper, not a shout. It begs me to stay. Slightly imperfect, but perfectly mine. Every scar tells a tale, every wrinkle a line. Slightly imperfect, like a melody wrong, yet somehow it lingers, becomes my song.
porcelain cup holds the warmest tea. It's not what it was, but it's more to me. The clouds roll in with a crooked grace. Even shadows have beauty, they soften the space. Slightly imperfect, but perfectly mine. Every scar tells a tale, every wrinkle a line. Slightly imperfect, like a melody wrong, yet somehow it lingers, becomes my song. What is flawless but cold and bare? A lifeless diamond, a frozen stare. I'd rather the cracks, the dents, the wear. They hold the love, they hold the care. Slightly imperfect, but perfectly mine. Every scar tells a tale, every wrinkle